明契约了概念神级别的灰太狼，却被所有人嘲笑是一只最没用的土狗，只因系统丝毫检测不出他有成长潜力，甚至连概念级这个资质都从未出现过，导致他直接被评价为没有战斗力的垃圾御兽。见此，所有人都向我这个年级第一投来嘲笑的目光，就连一向看好我的校长也是充满了疑惑。原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喜之郎的动画片，所以他们当然不知道灰太狼是什么概念。但是从小看这个动漫长大的我知道，灰太狼拥有多种形态，强的时候可以达到恐怖的 SSS 级，上九天下深海无所不能；弱的时候不过 F 级小卡拉米。现在眼神涣散、有气无力的灰太狼，貌似就是这个状态。不过我有一招便能让他迅速重回3S 级。我微微蹲下身子，灰太狼，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吗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，麻烦别烦我，我想静静。灰太狼抬起疲惫的眼皮，很快落下，恢复垂头丧气的模样。我没有在意，自顾自的开口：这里遍地都是肥羊、绵羊、胡羊、山羊、绵羊、黄羊、绵羊，将腿肉削成透明的肉片，放在滚烫中8秒，沾上麻油、辣椒、芝麻糊调制的混合蘸料，适合冬天。哦对，还有羊腿，腌制入味，再放在烤炉上滋辣冒油。灰太狼听着听着，不争气的咽下口水。你是不是骗我的？本大王纵横青青草原可不是那么好骗的。骗你什么？你作为一只狼，不会没吃过羊肉吧？胡说！本大王纵横青青草原，豢养一整个羊村，吃肉吃到腻，带你吃肉去不去？我耸耸肩，懒得戳破灰太狼的自尊心，意识看向掌心的冤吻，忠诚度60%。灰太狼也太惨了吧，只是提了一嘴，还没真正吃到肉，居然增加10%的忠诚度，这让其他新人御兽师知道该羡慕嫉妒成什么样。尤其召唤兽是骷髅，尸怪、哥布林的家伙，怕不是哭晕在厕所？真的？灰太狼语气颤抖，甚至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。刚见面就请客吃肉，怕不是有阴谋？我伸手指向缓慢行驶的小货车，巧了不是，运送绵羊的货车，方向是美食城。今晚提前过来问问哪家宰活羊，咱们就吃哪家。灰太狼怔怔地看着运羊货车，货车上下2层全是小肥羊，看上去就很好吃的样子。羊，我的羊，都是我的羊。灰太狼还贪婪地嗅着空气，此时的狼脸满是享受与渴望，哪里还有最开始的垂头丧气？蹲在地上，捡起一根掉落的羊毛，放在口中慢慢咀嚼，只觉狼声达到巅峰，好嗨哟！灰太狼，属性兽系，等级1级，资质概念级，当前 SSS 级，天赋科研逆天，坚持不懈，超强恢复，技能无限制造，忠诚度80%，自己还没有发力，忠诚度这就80%了，达到80%，召唤兽忠于御兽师，基本不可能逃跑。忠诚度达到90%，召唤兽言听计从，誓死相随，一般很难达到。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改变，灰太狼终于横扫疲软，资质到达 SSS 级，果然用肥羊当激励，效果远胜苍白无力的言语。灰太狼终于回神，眼神锐利。秦墨，你有锤子、榔头、螺丝刀以及废旧的电器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抓小肥羊了，我准备打造一款机甲用于抓羊。灰太狼满脸亢奋，仿佛已经看到驰骋苍穹的机甲，尾部发动机喷出火焰，带动羽翼低空掠过大地，然后径直撞进羊圈，大抓特抓。不，羊圈肯定有防御系统，应该给机甲增加武器，量子空气炮、等离子震动刀，还有隐形涂层，偷偷的潜入。按照计算，全副武装的抓羊机甲大概需要5米，体型过载，增加一个重力悬浮装置很合理吧？哈哈哈，我真是个天才，专门制造机甲抓羊，岂是天才可以形容，简直就是卧龙与凤雏的结合体。我强人吐槽欲。不过让灰太狼制造一具机甲看看实力，想来也是极好的。城东有几家大型垃圾回收站，现在过去看看。打车来到垃圾站前，灰太狼迈动小短腿快速离去。等我4小时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4小时后，巨大垃圾山的不起眼角落搭起一座简陋的灰布帐篷，不时传来当当当的榔头敲击声。帐篷正中央停放一台通体炫黑、威武霸气的装甲车，机甲的设计理念主要参考变形金刚，附加环太平洋的各种武器。这就是科研逆天加无限制造的恐怖效果吗？我心中感慨。真锤子敲出机甲，御兽师可以承接召唤兽的部分天赋，自身具备天赋10倍悟性，技能机械精通，倒是不至于完全看不懂，但也只是勉强看懂。复刻一台机甲完全不可能，没有灰太狼的概念级资质，任何人都不可能。我拿起工具箱上的锤子，锤头生锈，木质锤把断裂，连接处还塞着一块用于固定的餐巾纸。就是这样一把送人都不要的锤子，在铁皮上敲那么几下，几块铁皮重合，变成硬度密度极佳的超合金离谱程度，仅次于巴啦啦能量小魔仙全身变，帝皇铠甲合体。就在此时，帐篷传来滋辣的电子音，抓羊型机甲智能芯片自检中，正在检测机甲数据。小型机甲体型5米可升级，头部接收羊群信息、电子信息、光信息正常通过，躯干火力系统、空战系统、平衡系统正常通过，右臂能量传输系统、伸缩高震荡离子刀通过。警报，能量槽低于30%，建议更换可控核聚变能量卡。我看着装甲车造型的可变形机甲，面上风轻云淡，内心多少有点不平静。说好的抓羊灰太狼真的手搓机甲，咱就是说要不要这么夸张？秦墨上车，小肥羊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哈哈哈！好，现在到我玩了。我心中暗道，你去副驾驶，我来开机甲，保证让你吃到羊肉。灰太狼犹豫数秒，一个翻身跳到副驾驶，我坐在驾驶座熟悉了一番，缓缓驶出垃圾场。我掏出手机，找了家评分很高的全羊馆，1小时后保证让你吃到羊肉。美食城迎面走来一群面带笑容的高中生，江阳走在最前方，张冲落后一步在右侧，左侧还有一位短发女生。3人召唤兽的资质以 S 级钢铁蛛皇为最，张冲和女生的都是 A 级，后面跟着的学生资质全部都是 B 级。召唤仪式结束后，校长和御兽局负责人邀请他们吃饭，不知道明天是什么类型副本，希望不要克制我的苍一郎。张冲故作担忧，可嘴角的笑容却比 AK 还难压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身后果然出现吹捧。张哥太谦虚了吧，苍一郎不管是什么副本统统不惧。听说张哥那个3班成绩第1的秦墨召唤兽也是狼，咋样啊？呵呵，不到 B 级，中为蝼蚁。要说适应性，还是江哥的钢铁蛛皇最全面。张冲看向江阳艳羡的拍马屁，对方的召唤兽不仅资质达到 S 级，还带有机械属性。众所周知，机械属性可单可团，可战可抗。
堪称六边形战士，一记饱和式打击下去，怪物灰飞烟灭。前期特别强势，估计得等他的苍一郎成长起来才能相提并论吧。江阳谦虚的摆摆手，没有废物的召唤兽，只有废物的御兽师，大家要共同努力才是。众人无语，又被江阳给装到了。张冲疯狂撇嘴，这话老对手秦墨来说还差不多。张冲微微摇头，满脸的高手寂寞冷。本以为秦墨这个竞争3年的同学，稳压他一头的男人会成为一生之敌，万万没有想到，只是一场召唤仪式，两人便拉开天堑般的鸿沟差距。啪！张冲捂着被打的右脸，茫然看着收回手掌、表情凝重的江阳。深渊来了，一级资质女生。校花林雨晴抬头望天，低声解释：怪物出现了，谁是御兽师？救命孩子吧！江阳等人连忙望向声源处，齐齐脸色大变。3只浑身惨白、体型堪比2楼的巨大怪物正在虐杀老板和路人，他们巨大且锋利的爪子轻轻下滑，宛如切豆腐般分割肉体。众人连忙看向掌心的渊纹，渊纹自带深渊的力量，可以看见无主怪物的种族以及属性。行击变兽，属性兽系，等级9级，资质 F 级，天赋无，技能劈砍腐蚀，描述它来自变异世界，激光普照星球，生物疯狂激变，它变秃了，也变强了。与此同时，美食街左侧入口，先生麻烦下车接受检查。身穿执法服的交通警伸手敲了敲装甲车漆黑的单向玻璃，心中挺无语的。别人的改装车都是小修小改，外形上看不出端倪，眼前装甲车倒好，体型夸张就不说了，竟然还没有车牌。接受检查是不可能接受检查的，只能变身机甲装成召唤兽，勉强蒙混过关了。机甲变身，话音落下瞬间，响起一阵咔咔咔的声音，装甲车前方铁皮猛地裂开，左右各自伸出钢铁手臂，双臂支撑地面，整个车身旱地拔起，眨眼变成机甲，微微屈膝，高高跃起，身处半空时，钢铁羽翼猛地张开，背后喷出湛蓝火焰，扬长而去。留在原地的交通警、司机、路人都看懵了。美食街交战中心，江阳、张冲、林雨晴3人各种释放召唤兽，艰难抵挡怪物的进攻，心中则是暗暗祈祷御兽局的高手快点来，或者路过一位强者，切瓜砍菜解决怪物。只见行击变兽张口吐出一团白色粘液，滋啦啦声中竟是将电子蛛网和寄生种子腐蚀。紧接着畸变兽发出嘶鸣狂奔而来，高高扬起的利刃闪烁令人心悸的寒芒，掀起一阵腥臭的恶风，以及扑面而来的狂暴。完了，3人心中齐齐咯噔。面对敌人的飞龙骑脸，他们只希望保留全尸。江阳心中是最悲凉的，他可是掌握 S 级召唤兽的天才，可惜再也没有如果。哎呀呀！校花林雨晴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恐怖，发出刺耳尖锐的尖叫，利刃切割骨头的声音在血泊中是那么的清晰。那妖的渗人，我死了吗？林雨晴心中暗道，可为什么感觉不到疼痛？睁开噙着泪花的美眸，赫然倒映一具威武霸气的机甲。他通体玄黑，背后是夸张的羽翼，投掷而下大片阴影，手握一柄炫酷的3棱军刀，径直穿透怪物的脑袋。多谢前辈！江阳踉跄坐在地上，不妨碍他发出真挚的感谢。谢谢前辈，前辈威武，我被楷模。张冲崇敬大喊：加油吧，骚年们！机甲驾驶舱的我眉梢微挑，表情古怪的调侃：召唤仪式中的2人不是挺傲娇的吗？怎么现在这副舔狗样？后边还有2个敌人。灰太狼看着投影显示屏，连忙提醒：小意思。我动作娴熟的调出火力系统，机甲头盔裂开，露出黝黑深邃的炮口，魔贯光沙炮。2只怪物连惨叫都没有留下，扑通倒地。一炮消耗5%的能量，合计消耗10%的能量。我惊奇的看着怪物尸体，这怎么还爆道具了？爆道具就算了，2只怪物居然都爆，什么时候爆率这么高？足足达到2/3。我控制机甲伸出手，2道细微气息从怪物头顶升起，透过机甲手套涌入掌心的渊纹，信息自眼帘浮现：击杀型畸变兽，获得道具金属骨骼；击杀型畸变兽，获得道具试炼钥匙。金属骨骼等阶0，品质普通，用于强化机械生命，可略微提升腐蚀抗性。试炼钥匙等阶0，品质稀有，效果御兽试炼时使用，可传送特定位置，描述它是一把金色的钥匙，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运气也太好了吧！爆率2/3就不说了，还有一件稀有道具，正常副本的爆率大概10%，而且都是普通品质，稀有则降到1%。难道是新手保护期？我将2件道具放进物品栏，没有打扫战场的习惯，扬长而去。原地江阳等9中 B 级以上精英，侥幸存活下来的普通人目送机甲离去。大佬就是大佬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全洋馆距离中央地带较远，并未受到怪物袭击的影响。2楼包厢痛快，啊哈哈哈，实在是太爽了。灰太狼拍着滚圆的肚皮，依旧不满足，吃到兴奋处竟是哽咽不止。本大王白活那么多年，可怜可叹可庆。我从物品栏取出刚刚收获的道具试炼钥匙，用钥匙可以特定传送到金属的出生地。问题：怪物纵横的出生地是否太过危险？其实只要降临一个好的出生地，哪怕资质只有 F 级也能平稳度过。相反，若是降临怪物纵横的贼窝，哪怕 S 级资质的天才也得秒跪。我余光瞥向胡吃海塞的灰太狼，或许可以听听灰太狼的意见。来，你尝尝这个烤羊头，涮到铜锅里口感更棒。是呀，咱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我故意在全家不饿4个字加重语气，啪嗒，羊肉掉在地上。灰太狼好似没有察觉，脸上满是惶恐与焦急。老婆，你在哪里？老婆，不要离开我。灰太狼终于想起红太狼，倒不是刻意忘记，而是短时间内经历太多。原来你还有老婆呀！我一脸恍然大悟。这样吧，御兽试炼的时候我们进入就放弃，这样一来我回到这里，你回原世界，大家各自安好，怎么样？不行！灰太狼回过神，眼神坚定。他在青青草原抓羊数年，羊毛都没看见几根，他灰太狼一定要留在这里，天天吃羊肉。秦墨，你是御兽师，有什么办法把我老婆召唤过来？灰太狼的眼睛赤红的可怕，好似燃烧熊熊的烈焰，给人的感觉仿佛前面是刀山火海，他也能烫出一条血路。我伸出2根手指举到灰太狼脸上，印象中的灰太狼还会手搓传送门，估计是没有坐标的原因吧。2个办法，看到我的等阶了吗？我的0阶对应你的1到10级，我的1阶对应你的11到20级，在我3阶晋升4阶会增加召唤兽的名额，意味着他要到达39级。老婆得等到什么时候？灰太狼连忙摇头，焦急询问道。第2个办法是
什么？预售试炼，试炼汇聚全世界同批次的新人预售师，依据猎杀怪物、收集物资、环境探索等要素设置排行榜，榜单前10额外奖励一件传说级道具，可以指定类别。召唤扩充券可以帮助你把你老婆召唤过来，排名前10吗？灰太狼咧出锋利的牙齿，罕见露出一抹狰狞，谁挡他和老婆相见，他就弄死谁，哪怕是深渊也不行。秦墨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灰太狼收敛狰狞语气中带着一丝讨好，我将金属骨骼放在桌子上，解析一下，看看它有什么用。金属骨骼，它与出生地紧密联系，试炼时间是10天，想要排行榜上有名，必须争分夺秒抢占资源。说起抢占资源，不得不提出生地。灰太狼拿起银白色的立体方块，信息在眼中闪过，密度很高，内含特殊能量，可直接驱动机甲。如果由它打造机甲，各板块功能会有质的飞跃。除此之外，它的密度很均匀，适合打造专门的生产线量产机器人。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羊肉打包路上吃。灰太狼说话间快速走出包厢，带回几个大塑料盒开始打包。执行力是不是太强了？怎么有种被迫内卷的既视感？我拿着3串羊肉串，等待灰太狼开车过来。就在此时，身后传来嘈杂，我回头望去，正是江阳、张冲、林雨晴等人。巧了不是？秦墨。张冲看到熟悉的英俊身影，内心挺意外的。是不是打不到车？要不要我送你啊？张冲看似不经意的掀开衬衫，露出裤子上的车钥匙。谢谢，不用。我咽下羊肉，含糊不清开口。说实话，张冲这副桀骜不驯的样子，果然看起来更熟悉，更欠收拾。不用谢，我也只是说说而已，没想送你的。张冲好似想到什么，嘴角上扬。你说巧不巧？刚刚看到一位召唤兽是人形机甲的前辈，人家还跟我说话了。你知道那位前辈怎么登场的吗？怎么秒杀怪物的吗？我满脸怪异，感觉尴尬癌都犯了。不是铁汁，你吹牛逼，怎么还吹到正主头上？还是说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我？张冲露出得意，正要好好说道，他怎么与前辈并肩作战？不，还是别说了吧。呵呵，你是不是嫉妒我的经历？不用嫉妒，以后你会习惯的。我更加无语，忽的眼角瞥到一抹熟悉的金属光泽。你说的前辈是不是那个？张冲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去，一辆装甲车而已，看着挺威武的，但不配与机甲相提并论。忘了机甲还没有变形。我反应过来后耸耸肩，没有解释的想法，只是看着缓缓驶来的装甲车，嘴角抑制不住抽搐。到底是谁居然在车身贴横幅？感谢机甲救命之恩。本来威武霸气的装甲车横幅加持，怎么有种粗制滥造的感觉？随后我坐上装甲车扬长而去。林雨晴柳眉微蹙，怎么看着那么熟悉？拿出手机翻出视频，张冲掏出车钥匙，一辆挂横幅的破装甲车，哪有我的跑车神气？也许你该看看这个视频，再来秀你的优越感。众人听出校花语气的不满，看向手机屏幕，其上赫然是机甲变形冲天而起，奔赴战场的一幕。湛蓝划过苍穹，相伴橘黄夕阳，演绎绚丽科幻的画卷。众人瞪大双眸，内里充斥震惊与不可思议。前辈高人近在咫尺，可惜他们眼拙，竟是没有认出来。哦对，车身贴有横幅，感谢机甲救命之恩，应该是获救之人贴的，只是贴了横幅，没有靠近打扰，表现得很有分寸。秦墨的召唤兽不是一条很邋遢的狼吗？张冲满脸不可置疑。允许你是富二代，就不允许秦墨有厉害的长辈？林雨晴继续对啊。张冲恍然大悟地点点头。谁规定秦墨搭乘机甲？机甲就是秦墨的，100%是长辈的呀，这样才有意思。秦墨依靠他的长辈，方能与我一较雌雄，否则赢得太没意思。不过预售试炼中，除了带自己的召唤兽，不能携带其他道具。秦墨只有挺过试炼，才能借助长辈的力量。林雨晴忍不住翻白眼，现在的小男生真是幼稚的可怕。玉指点击手机屏幕，翻出好友添加页面。喂，你先加我好友，再把秦墨的名片推给我。你要干嘛？张冲表情狐疑，当然是添加秦墨长辈的好友。怎么，你不会以为我对秦墨有意思吧？城东垃圾站一夜无语。第二天我缓缓睁开眼，张开掌心，原文信息浮现脑海。预售试炼倒计时1小时58分钟。走出休眠舱，发现忙碌的灰太狼，他正拿着滴管从玻璃瓶吸取绿色溶液，小心滴在金属骨骼。不会是一宿没睡吧？我心中暗暗猜测。有此卷王之王的召唤兽坐镇，何愁大事不成？随着绿色溶液滴在金属骨骼，原本静止不动的金属骤然变成一只小巧的蝎子，好似活物。你成功了，不错，继续保持。我赞叹道。概念级召唤兽搭配一个必须完成的心愿，表现出极强的创造性。昨晚便听过灰太狼的想法，将金属骨骼打造成小型的侦探机器人，没想到过去一晚上成功实现。科研能力无疑是 Max 级别的，还是不够。灰太狼用试纸擦去绿色溶液，微微摇头。昨晚我根据金属骨骼的特性，针对性改造了抓羊型机甲。等我们降临试炼副本，抓羊型机甲能迅速组装成生产线，开始刨冰收割积分。我嘴角上扬，昨晚针对灰太狼的科研天赋，专门制定的计划补充道：10天的试炼期，越往后我们的兵力优势越大，积分优势也越大。试炼副本不允许携带道具，比如长辈赐予等。而抓羊型机甲、金属骨骼试炼要是不同，前者属于灰太狼的武器，甚至能收回预售空间；后两者打怪获得的道具，很好的跳过试炼副本的规则，还没进入副本，先收获2件道具，放眼整个历史都是罕见的。2小时转瞬即逝，试炼即将开始，欢迎来到深渊。检测到定位道具试炼钥匙是否使用？是。我只来即回答1个字。视野突然漆黑，意识开始无止境堕落。当前地点畸变之墟，起源母城，层级01234，难度试炼，特殊副本任务：1存活10天，2获得积分。描述：星际历4202年，神秘极光扫过星球，全球所有碳基生物6、7层畸变成各种各样的怪物。5小时后，智慧生物历经数万年建立起来的秩序轰然崩塌。3天后，文明消亡，星球沦为畸变生物的温床，视为畸变之墟。半空处，一人一狼跌落在高楼顶层，而当我看清四周的环境，顿时被吓得说不出话。哎呦我的老腰！灰太狼按着后腰，踉跄走到我身旁，顺手抛出立方体，巴掌大小的方块，尚未落在地面，变成小巧的蝎子，朝着细长裂缝钻去。砰咚，重物落地的声音在安静环境中格外刺耳。我和灰太狼几乎同时扭头，那里蹲着一头手脚并用的畸变怪物。我看着提示信息：型畸变兽，属性兽系，等级4级，资质 F 级，天赋无，技
技能抓咬，提示你的召唤兽灰太狼击杀型畸变兽，等级提升至2级，积分加16，位列排行榜1号。首次奖励稀有级求生盲盒，温馨提示：霸榜时间越长，奖励越丰厚，请继续保持。不就是轻轻捏爆一只小怪吗？怎么感觉捅了连通电信的老巢？提示信息狂轰滥炸，根本不带停的。我吩咐灰太狼去挖液态合金，自己则将注意力放在2只稀有级的求生盲盒。指尖轻触，顿时金光大盛，得到了很多生存物资和稀有物品，属于深渊副本特产，挂在淘金、京东、闲鱼上拍卖，10几万随便要价。这一波轻松入账几百万，美滋滋。就在此时，灰太狼操控的机甲缓缓走来，机壁弹出显示屏，秦末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，这栋双子楼存在大量怪物，我们不缺金属。坏消息是，稍不留神我们会被畸变怪浪潮吞没。我点开显示屏，仔细查看畸变兽的分布，每一层都是千米，因为各种强势的缘故，地形显得很复杂，有些地方甚至是镂空的，稍有不慎便会跌落下层，因此不能主动出击，最好钓鱼执法，制造动静让畸变兽自行上门。我眼眸微眯，放大显示屏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屏幕中大概往下40-50层的地方，广阔的千米方圆只存在一头畸变兽，外形类似漫威电影中的憎恶。可以得出的结论是，这头畸变兽很强大，击杀了同层的所有对手。我还发现一个可疑的地方，越往下越强，肉眼可见的强。难道畸变之躯的怪物都是地老鼠，还是说地面有什么古怪的地方？灰太狼，让侦探机器人回来吧，我有一个计划，你堵住所有出口，然后守株待兔，接着让侦探机器人制造动静，吸引畸变兽主动进攻。灰太狼愣了一下，为什么我们不下去？你这个战略思维，我很难跟你解释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按照我的方法，保证你能跟老婆团聚。我懒得解释。灰太狼的核心天赋是科研逆天，不是战术战斗，更不是人情世故，属于是当好工具狼就可以。给本大王10分钟，灰太狼不明所以，却很好的执行起来。等一下，我连忙叫住灰太狼，递去刚得到的稀有级星能匕首图纸，这个你看看，它是一次性道具，能不能复刻出来？我脑海浮现星能匕首的信息，畸变之躯专属道具，能够轻易切割金属，可以精准提取2个关键信息：能源、材质。能源是星能，不是电能，不是核能，来自星际历4202年的全新能源。目前的抓羊型机甲使用常规意义上的合金，能源则是民用电能，极大限制了机甲的上限。遇到10级往上的怪物，估计只剩下嘎嘎。升级机甲刻不容缓。外界神夏帝国坐着一位肤白貌美的女生，她叫宫叶儿，今年19岁，神夏顶级学府的大一新生，去年预售试炼神夏帝国的1号，全世界排名第2。坐拥 SS 级召唤兽炎姬，利用天赋与炎姬合体，分分钟化身爆炎法师。按照以往的老传统，上届首席解说本届，只见少女身前屹立一块史诗级的道具。可窥探试炼副本的积分排名，不会出现具体人名，且只有代表国家的总积分。第1名神夏帝国，总积分326点；第2名灯塔联邦，总积分320点；第3名樱花帝国，总积分316点。宫叶儿语气兴奋道：“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神夏帝国位列榜首，学弟学妹们表现不错，有我去年无敌的风范。不过积分差距很小，只有区16点，很容易被灯塔联邦逆转。出现逆转也不要担心，起源母城灰雾笼罩的高楼，机甲忙忙碌碌。老大，漏洞已经补整，只留下一个出口，干得不错。侦探机器人的遥控器给我，你去出口埋伏。我接过塑料遥控器，操控楔形机器人在特定位置制造动静。前方注意，畸变兽预计3秒抵达陷阱。我说完后退2步，将灰太狼连同机甲护在身前。空气安静了数息，下一刻，型畸变兽的刺耳叫声响彻高楼的整个天台，一头头灰色丑陋的畸变怪从黑暗楼道窜出，涌向楼道。眨眼功夫，已然可以透过昏暗的光线看见他们猎豹般的流线身躯。可惜，原本宽阔的出口被挡住，只留下一只通过的间隙。冲在最前面的畸变兽抢先占据了最大的间隙，后面则是疯狂拍打障碍物。屠宰场开张，第一位幸运观众登场。我挑眉，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与食物，而是机甲铁拳以及一声声若有若无随风消逝的80/80提示信息炸裂，击杀型畸变兽。你的召唤兽获得少量经验值，获得道具液态合金，获得道具畸变血肉效果。御兽师召唤兽吞服，可增加变异概率。我看着介绍无语，不管是液态合金还是金属骨骼，都是普通品质。好不容易爆出一个精良品质的装备，结果还是坑，自己不能用，灰太狼也不能用。不过好歹也是精良品质的材料，拿到外面出售，赚个几10万，轻轻松松。不对，为什么不把畸变血肉当诱饵，勾引畸变怪呢？想到这，我眼前一亮，自己思路真是够新奇的，大概是天赋10倍悟性的原因吧。并不是每一头畸变兽都能爆出装备，比例在1/4。第一层逐渐清理干净，收获1384点积分，全部是型畸变兽，实际收获1384点积分。灰太狼的等级成功来到5级，不知道是不是借助机甲的缘故，经验值有点少。灰太狼，过来一下，我朝着机甲招招手，你先利用手头资源打造一批智能机器人，然后我们继续清理楼层。哦对，还有你身上的机甲已经被畸变兽腐蚀外壳，需要进行升级，额外打造一批智能机器人，不仅增加爆分的效率，也能保护自身的安全。自己要是被袭击，全盘皆输。我的应对方案有2个，首先是清理出安全空间遥控指挥，人不在现场还能怎么死？接着是打造专属机甲，清理第1层，我的安全系数大增。接下来是刨冰，然后清理第2层，重复上述操作，将复杂的提升等级、收集材料变成可重复的傻瓜操作，复杂事情简单化才是变强的不二法门。灰太狼点头，匆匆忙碌起来。他已经吃到梦寐以求的羊肉，相信再过不久，过惯苦日子的老婆也能吃到羊肉。灰太狼嘴角上扬，只觉浑身充满力气。开局不到半小时，我的积分来到1400，全体新人御兽师，羡慕嫉妒到质壁分离。张冲死死攥紧拳头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先胖不是胖，后胖压倒炕，走着瞧。话音落下，一头扎进巴巴里，利用粪便掩盖人味。某处荒废的卫星小镇内，江阳小心躲在房间内，他的召唤兽钢铁蛛皇已然编织出一张透明的金属巨网，一人一兽安静等待猎物上门，闲来无事刷会排行榜聊天群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他不是被誉为
为天蓝之子吗？而现在同校的秦墨居然压在他头上。江阳甩开脑海乱糟糟的思绪，先不看成绩，等我狩猎一波大的，再去看积分排行榜，肯定远超秦墨。漆黑焦土的废墟中，金发碧眼的魁梧青年化身电蟒爆射而出，击杀正前方尚未察觉的黑毛猪。他的召唤兽是元素精灵雷神，承接的核心天赋是元素附体，两者结合立马化身法爷，而且是可近战可远攻的雷霆法爷。奥古斯特眉头微蹙，我的排名怎么还是第二？什么？第一的积分居然来到1600点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100点积分还没人家零头多。一瞬间，奥古斯特迷茫了。神夏帝国帝都，这史诗级的道具是不是坏了？宫伊尔眨巴水润，眼眸俏脸满是困惑。只见其上，第一名神夏帝国，总积分2024点；第二名灯塔联邦，总积分620点；第三名日落帝国，总积分616点。第一名与第二名的差距足足有1404点积分。什么时候神夏帝国这么厉害？他作为上届前辈，怎么不知道？为学弟学妹感到高兴的同时，心中不免产生压力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他还没老，可不想被拍死在沙滩上。畸变之躯起源母城，我皱眉看着灰雾弥漫的天台，这要是突然出现一只会飞的畸变手，自己岂不是太显眼？为了避免意外，还是来到下层，找了处不起眼的小隔间改造成休息室，取出求生盲盒中开出来的物品。老大，本大王弄出来15架智能机器人，咱们赶紧清理下一层吧。本大王已经迫不及待了。结，刚走入房间，整个狼呆愣，什么味道？怎么能这么香啊？顺着灰太狼的身后看去，果然看到15个制式智能机器人。我站起身，走向这些赖以爆分的武器，身高体型样式类似型畸变兽，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们呈现黑铁质感，而不是型畸变兽的腐败。畸变型智能机器检测到生命体，正在对比生命体人类检测到关键词条。秦墨检测为最高权限者上午好，秦墨指挥官，很荣幸为您而战。我以命令口味说道。自检功能模块正在检测基础数据，小型智能机器人可升级。检测能量模块，脊椎液态合金可持续功能4小时。检测攻击模块，手臂伸缩离子刀可正常使用。检测通信模块，头颅接受机甲指令可正常使用。我眼眸微眯，其他都好说，就是功能时间有点短。老大，我去清兵报分了。灰太狼吃饱喝足，跟我打了一声招呼，领着一众畸变型智能机器，浩浩荡荡杀向第二层。兵力足够，不需要守株待兔的计划，直接横推1层和2层的畸变兽，等级相差无几，集中在4到6级。畸变之墟各地，各国的新人御兽师们看着久久未变的榜首积分，暗自松口气，纷纷利用冤文在积分榜的弹幕区发言。定格在1600点积分，已经2个多小时未动，也不过如此。呵呵，肯定是开局降临好地方，探索获得的积分，好运的家伙。第二名的奥古斯特还差1000积分就追上了。灯塔联邦无敌，你们在狗叫什么？差了整整1000点积分，也配狗叫？我们神夏帝国除了榜首，第4、第7、第8都是我们的天骄，也是你们可以嘲讽的。荒废的卫星小镇内，号称天蓝之子的江阳成功猎杀第6只畸变怪，总积分就是20点，排名终于进入前100，还算不错。江阳刻意忽视我的积分，心满意足地点点头。秦墨的积分半天没动，再有3天或者5天，我肯定超过他。江阳强忍难受，咀嚼着腐朽苦涩的鹿腿肉，刚打算水一会积分排行榜的聊天群，缓解身体的不适，结果看到令他震惊的一幕。